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在影片開始之前，想請您幫影片先按個讚。如果你看完影片覺得沒有收穫，那麼你再把讚收回。那麼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吧。好，我們今天來聊聊複利。我相信很多人一聽到這兩個字，腦袋裡第一個想到的可能都是那個很有名的國王跟棋盤的故事。這個故事可以說是複利最經典的入門課了。這個故事真的把複利的威力展現得淋漓盡致。你看哦，它一開始只是個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憂求，但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翻倍，最後竟然會變成一個天文數字。聽說那個國王一開始還覺得，這有什麼難的？結果到最後，差點把整個國家的米都賠光嘞。好，那我們把這個古老的故事換成一個現代版的選擇題。如果現在有兩個選項擺在你面前，你會選哪一個？一個是現在直接拿走1億元現金，另一個是給你1塊錢，但它每天都會翻1倍，連續翻30天。乍看之下，好像直接拿1億比較實在，對吧？但真的是這樣嗎？答案可能會讓你嚇一大跳。那1塊錢在經過30次的翻倍之後，你猜會變多少？是超過10億元。你沒聽錯，這就是所謂指數型成長的魔力。它一開始真的看起來很慢，沒什麼感覺，但到後面會爆發出你完全無法想象的力量。好了，聽到這裡，你一定會想，哇，複利也太神了吧？那問題來了。如果複利真的這麼強大，理論上我們現在不都應該是億萬富翁了嗎？但現實顯然不是這樣，而這個問題正是我們今天真正要挖深的核心。它背後藏着一個很簡單卻又很殘酷的真相。想要解開這個謎題，我們就需要一個工具，一個可以把這些神話故事拉回到現實世界的公式。而這個秘密其實就藏在一個很簡單但卻非常強大的理財法則裡面。這個東西你一定要知道，就是大名鼎鼎的72法則。它是一個超實用的估算工具，能幫我們很快的算出在真實世界裡我們的錢到底要花多久才能翻1倍。算法非常簡單，你只要把數字72除以你的年化報酬率就行了。比方說，如果你的報酬率是8%，那72除以8，答案就是9。也就是說，大概要9年才能翻1倍。好的，那現在換你來試試看咯。你已經知道怎麼使用72法則了嗎？如果會的話，請您在留言區打上已經會了。那如果還沒算過的話，我們來練習一下哦。假設你的年投資報酬率是10%的話，大概幾年您的資產可以翻倍呢？請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答案，讓我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掌握了這個超實用的工具。剛剛我們學的72法則，它不只是一個數學公式哦，它其實也揭開了一個很殘酷的現實，一個我們大部分人在夢想複利的時候都會不小心忽略掉的關鍵盲點。我們來看看現實世界，對於大部分的長期投資人來說，能夠穩定達成的平均年化報酬率，大概就是落在4%到8%之間。好，那我們就樂觀一點，用8%來計算。你覺得情況會是怎麼樣呢？我們再來用一次72法則，8%的報酬率代表你的資產要翻1倍哦，只是翻1倍哦，就需要大概9年的時間。你想想看，9年，這跟棋盤故事裡那種1天就翻倍的速度，根本是天跟地的差別啊！所以關鍵點就在這裡。如果我們想在現實世界中複製那個棋盤故事，完成那30次的翻倍，把1塊錢變成10億，用8%的報酬率來算，你知道總共需要多久嗎？答案是整整270年。270年，這就點出問題的核心了，對吧？我們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吶。
一個普通人真正能夠用來投資的黃金歲月，大概也就是從25歲出社會開始工作，一路到65歲退休，滿打滿算也就是那40年而已。不過，在現實世界中，還真的有一個大師，可以說是把時間這個要素發揮到了極致。沒錯，這個人就是華倫巴菲特。你看這句話真的太驚人了，這也揭開了他成功的真正秘密。成就他的不只是他卓越的投資技巧，更重要的是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超長的投資時間。他絕大部分的財富都是在他人生後半段才滾出來的。你知道嗎？在投資的歷史上，其實有很多人短期的績效是遠遠超越巴菲特的，但他們就是贏不了他的時間。他之所以能成為股神，一個關鍵到不行的原因，就是因為他活得夠久。他現在已經超過90歲了，這等於是讓複利這顆雪球幫他滾了超過大半個世紀。長壽根本就是他的財務超能力。所以，請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複利公式的3大支柱：本金、報酬率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時間。你不能只靠其中一項，這3者必須要互相配合，才能發揮出複利真正的威力。那麼，了解了這一切之後，我們到底能為自己的理財之路帶走什麼最實際也最重要的啟示呢？其實結論非常直接。如果你的本金不夠多，報酬率也很難天天都跟神一樣，那麼你就只剩下一個變數可以自己掌握，那就是時間。而要延長你的投資時間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照顧好你自己的健康。這也代表保持健康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優先級非常高的財務決策。讓我們用這個想法來做個總結。照顧好你的身體，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長期投資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健康和你的財富是直接相關的。延長你的健康壽命，其實就是在延長你資產的複利時間。這或許才是今天你能學到最重要的一項長期投資策略。如果你在我們分享的投資理財資訊中有收穫，請訂閱、分享，並且開啟小鈴鐺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分享的寶貴知識與內容了。未完待續，我們下期見。